宋公，我们把庄子抓，不是我们把庄子请来了。我不是说了，就算我是宋国人，也不会做宋国官员的。吾将夜尾于途中，快让我回濮水钓鱼。又来了一个道家人物，庄子果然好性格。寡人没有要你当官，寡人只是有些烦恼想问你，问完就让你回去钓鱼。好，那你有什么烦恼？说来听听。你是宋国人，一定知道宋国正面临内忧外患，我的决定攸关国家存亡，这令我烦恼不已。山木，自寇也；高火，自坚也。贵可食，故伐之；期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所谓烦恼，都是自找的。正是因为宋公您身处有名有权的地位，才会被人算计，所以让自己无用才是最大的用处。宋公，您知道吗？就连胜王尧看到姑叶山的先人后，都把自己治理的国家遗忘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无忧无虑呢。言已至此，我先回去钓鱼了。庄子的言论看似谬忧、荒唐，跳脱一般逻辑，但有他的人生哲理。你要不要采取庄子的建议？你听懂了庄子无用之用的深意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不能被权势捆绑。你立刻让嫡长子继承了自己的位子，从此逍遥游去了。之后宋国如何，你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诸子还剩下一半，尚未来访，请继续耐心等候你喜欢的谏言。宋公，魏国宰相，会师求见。惠师是那个和庄子辩论如焉知娱乐的惠子，他是名家者流，会有什么好的治国方法？宋公好，听闻宋公忧烦国家动乱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敢问先生可有良策？我的良策自然很多，毕竟我的理论天下无敌，就连庄子也只能用狡辩的方式赢过我。这家伙也太自信了吧！那你有什么对策，让我既能胜过大国，又能不被卿大夫篡位呢？所谓同而与小同异，此之谓小同异；万物必同必异，此之谓大同异。其实大国诸侯也好，卿大夫也好，跟宋公你是没有差别的。这就是我主张泛爱万物、天地一体的原因。只要你能做到让对方感觉跟你是同体的，他自然不会想攻击你、伤害你了。你要采纳惠师的泛爱论，消除大国和卿大夫对你的敌意吗？上位出现的荀子写过一篇《非十二子》，他批评名家者流多事，而寡公不可以为之纲纪。泛爱论没有具体做法，你费尽心思，仍无法消除敌国的野心，最后宋国还是被灭了。你很有智慧，知道名家的理论和治国方法有所差距，真的太棒了。希望接下来的谏言你会喜欢。宋公，苏秦求见。苏秦，纵横家的苏秦。纵横家以政治外交闻名，希望他的谏言能帮助我。
我邻近的国家想侵略我，苏秦先生可有什么建议？我分析宋国的处境，比起担忧邻近国家侵略，最大的敌人应该是秦国才对。我正向各国建议合纵，联合魏国、齐国一同抵制秦国的势力。宋公若加入合纵，与邻近国家结盟，我们才能团结抵御真正的危机。你要听苏秦的建议，参加合纵，一起抵制秦国吗？你听从苏秦的建议，与其他国家团结抵抗秦国，维持了数年和平。但是合纵本来就是各国为了各自利益才有的外交政策，后来同盟的齐国居然毁约，反过来攻打你，宋国就此灭亡。你很深谋远虑，但愿接下来的谏言会有你喜欢的。宋公，荀子，求见。荀子，我只记得他也是儒家的，但是不是很了解他。他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呢？荀子先生，我的国家内有动乱，外有敌国等着侵略，我该如何解决这种困境？国家动乱是因为没有礼，君主没有好好教化人民，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。无礼义，则被乱而不治，人性本恶，百姓容易走上歪路，所以一定要用礼教育人民。因为人性本恶，所以国家需要以教育改变百姓，防止社会动乱，是吗？正是如此。人之性，恶其善者，谓也。如果顺住人的本性，不加以教育，就会乱礼，而归于暴。今人之性恶，必将待施法，然后正，得礼义，然后治。教育的工作特别重要。木受绳，则直；金就立，则立。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，则治民而行无过矣。环境会影响人，所以让百姓受良好的教育，用礼义教化他们，社会自然会归于和平。你要听荀子的建议吗？虽然你重视教化，但是卿大夫心中的篡逆之心根深蒂固，已经不是礼义教育所能改变的。就算经过教育工作，人民确实学到礼义，但是最后卿大夫带到实际夺权，你的国家还是被推翻了。看来前面的谏言你都不太满意，没关系，最后还有一位诸子，好好把握机会，挽救国家局势。宋公，韩国的韩非求见。法家的韩非，他一定有好的治国方针。宋公好，听闻此前多位诸子求见，而宋公都没有采纳其言，想必宋公也认为诸子就是五度，是国家的蛀虫。我相信我能给宋公更好的建议，所以不请自来了。五度是什么？不太清楚，但感觉他是有良策的。是这样的，韩非先生，我的国家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在战国这样的乱世，难以与霸主国相争，更何况还要应付那些卿大夫的威胁，我的祖庙恐怕难保了。对付事情，对付他国，那真的再简单不过了。宋公想必已经看过我写的五度。原来五度是韩非写的文章。我当然看过，但是那篇文章里面有什么好对策吗？上古敬于道德，中古主于智谋，当今争于气力。在战国时期，只有实力坚强的国家才能幸存。
宋公，你只要推崇有军功者，那百姓自然会尽其死力，帮助以百战百胜。此话有理，但是好像只能抵挡外国侵略，这与对付卿大夫有什么关系？华夏刘恺有秦国的商鞅变法这个成功案例，商鞅利用军功大小规定贵族身份高低，借此废除了世卿制度。此法成功的把卿大夫势力削弱，所以秦国才能强大起来。宋公如果能建立军功学制，并废除世卿制度，那卿大夫自然也不成威胁了。韩非果然是严谨的法家人物，理论具体而实用。你要采纳韩非的方法吗？听了韩非建议后，你推崇耕战之功，奖励农民与士兵，宋国因此强大起来，邻国恐惧你的武力，纷纷变成你的同盟国，人民也因为害怕惩罚、贪图奖赏，全部变成守法的好公民了。只是由于你听从韩非的建议，打击所有以文乱法、以武犯禁的儒者、墨者，所以宋国人民不再讲求仁爱道德，只知道法规。你开始需要在每众人际关系上都制定好惩罚奖赏，百姓才不会钻法律漏洞。现在你每天担心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律没规定好，让百姓有机可乘。诸子所有的理论你都没有采纳，于是宋国先是被卿大夫篡位，后来又被邻国齐国给灭了。